全球公认的5大元帅。第4名是美国战神，第1名竟然是中国的。元帅这个词啊，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。当时元帅只是一种称呼，相当于军中主帅，它不属于军衔，也不是一种官职。到了南北朝的时候，元帅逐渐成为当时战时统军作战的官职。唐朝有着元帅和副元帅等战时官职，其中元帅通常是由皇子或者亲王来担任的，而副元帅则由一般有军事威望的大臣来担任。在古代很多时期，能成为元帅都是君主对他们的资历和战绩的一种肯定。而在国外，元帅则一直作为军队最高军衔使用。他在16世纪的法国军队中第一次出现，也第一次被授予。继法国之后，元帅这个军衔被很多国家采用，同样也只有杰出的军事家才能够获得。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，都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磨难，正是这些不可避免的磨难，才让有的国家变得更强大。说到战争，大家一定会想到将军，或者换一种说法，元帅。这些元帅呢，曾经是战场上的主宰。虽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战争是苦难，但是对于那些元帅将军来说，战争却是他们发挥人生价值的最佳场地。事成或败都在战场上决定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历史上全球公认的5大元帅。在这5个元帅中，就有一个是中国人，而且是排名第1的。那这5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排在第5位的是美国的巴顿将军。美国曾经拍摄过一部电影，名字就叫做《巴顿将军》，讲述了巴顿将军的生平事迹，足可以见巴顿将军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。实际上，巴顿将军不仅参加过2战，他还参加过1战，可谓是经验丰富。在他的指挥之下，美军所向披靡，并且巴顿呢将军啊，不仅仅是个武夫，他还十分注意军队的建设。可以说，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美国强大的陆军。在1战之后，美国才有了自己的装甲部队，而这些装甲车并不是美国自己造出来的，而是巴顿将军缴获了几十辆法国的坦克。由此可见，巴顿将军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，他能够上榜也是无可非议。排在第4位的是美国的麦克阿瑟。这个人啊，在美国元帅，美国啊成为5星上将啊，排名中呢一定是非常靠前的。作为2战中最杰出的美国陆军司令，他为2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。他不仅参加过2战，第1次大战中他也作为元帅，也就是5星上将，指挥过作战。在美国人民心中，他就是战神，无往不利。但是他无论再怎么厉害，最终还是败给了我们中国的第1位元帅。排在第3名的是德国的隆美尔元帅。可能想到德国的铁血将领，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希特勒。但是在2战中，维持着德国战争命脉的，除了希特勒，还有一个人，就是隆美尔。作为德国非常出名的元帅，隆美尔在民众中呼声非常的高，人们评价他是一位让敌军感觉像老鼠遇到猫的将领。因为他的成名之战在沙漠里，所以人们叫他沙漠之狐。很多著名军事家都对他的战术十分的尊敬和崇拜，而他的作战队伍更是被视为魔鬼军团。虽然2战中德国是战败了，但是呢，也不能抹去他的功勋和能力。不过隆美尔的功勋呢，也让希特勒感到害怕。所以呢，在后来希特勒害死了隆美尔。排在第2位的是苏联的朱可夫。从列宁格勒保卫战到莫斯科保卫战，朱可夫是个救火元帅。
他对苏联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呢，就是在德国连连胜利的情况下，扭转战争局面，让苏联重新获得战争的主动权。因为那场战役对苏联非常重要，所以他对苏联整个民族的贡献都是十分可观的，人们尊敬地称他为苏联的英雄。排在第一名的就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。可能现在的90后对他不太了解，但是在上个世纪老一辈的人的心中，他可是神一般的人物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他积极的对抗日本鬼子，在武器装备完全落后于日本的情况下，还能反败为胜，实在是军界的神话。而且抗战胜利后，他又热忱的投入了中国的解放战争，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之后在抗美援朝中，以彭总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打败了排名第4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。所以说这个第一名他是实至名归的。谁敢横刀立马，帷幄彭大将军？